各位长辈大家好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？为什么你每天吃的蛋白质比年轻人还要多，身上的肌肉却在一点点变少，力气也越来越小呢？这件事听起来特别不可思议，但却是咱们身边非常普遍的现象。根据中国老年医学会2024年发布的最新数据，每3个75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，就有2个人正被这个问题困扰。我跟大家掏心窝子说一句，人一过75岁，身体就像一个被牢牢锁住的保险柜，你每天往里面塞鸡蛋、吃肉、喝牛奶，拼命补充营养，可就是没有打开吸收的钥匙。吃进去的东西根本存不住，蛋白质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你摄入量比年轻时候高很多，可将近 75% 的蛋白质没办法被肌肉吸收利用，直接被身体排出体外，不仅白白浪费钱，还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。就在上个星期四，我的诊室里来了一位82岁的老人家，他自己走进来，没有坐轮椅，没有拄拐杖，也没有家人在旁边搀扶，精神状态特别好。可大家肯定想不到，仅仅3个月之前，他的主治医生还严肃地跟家属说，让提前准备轮椅，做好长期卧床护理的准备。再看现在的老人，面色红润，步伐稳健有力，看起来就跟60岁的人没两样。是，老人能有这么大的转变，靠的不是昂贵的进口药，也不是宣传的神乎其神的高端保健品，而是5样咱们中国家庭厨房里随处可见的普通食材，每天花费不到10块钱，便宜又实用。2023年哈佛大学的专业研究还把其中一种食材称作肌肉干细胞激活剂，这是我从业30多年来见过对天然食材最高的学术评价。今天我就从第5名到第1名，按照效果从弱到强的顺序，把这5样宝贝食材一一给大家讲清楚。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坚持使用第1周，你会发现睡眠变得更踏实。第2周，家里人都会说你的气色明显变好了。第4周，你能轻松完成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不过，在正式介绍这5样食材之前，我必须先给大家提3个非常致命的错误。这些错误我在门诊见过3000次以上，太多长辈就是因为一直犯这些错，吃再多有营养的东西，最后都白费了。首先我要跟大家明确一件事，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都属于日常营养辅助调理方法，绝对不是药物，也不能替代医院的正规治疗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效果也会有差异，需要坚持2到3个月才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变化。如果你的肌肉无力症状已经持续超过2周，或者已经被医生诊断为肌肉萎缩、重症肌无力等疾病，一定要先咨询自己的主治医生，千万不要擅自停药，也不要随便更改治疗方案，这是我对大家最真心的提醒。我从业32年，见过太多长辈因为轻信偏方盲目调理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。我真的不希望屏幕前的你们也变成这样。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说说补充蛋白质最容易犯的3个致命错误。第1个错误，只吃肉类、鸡蛋、牛奶，完全忽略豆类和蔬菜。很多长辈都觉得只有鸡蛋、牛奶、猪肉、牛肉这些才算真正的蛋白质，蔬菜和豆类根本没有营养，顶不上用。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。人到75岁以后，只吃动物蛋白会让尿酸水平快速升高，大大加重肾脏的工作负担，还会引发全身慢性炎症，加速肌肉流失。我之前有一位男性患者，是每天早上吃3个鸡蛋，中午吃1大块牛肉，晚上还要喝大碗骨头汤，一心想着多补蛋白质。结果短短3个月，尿酸从350直接飙升到520，痛风急性发作，脚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，疼得没法走路。中国营养学会2022年专门为老年人制定的营养标准显示，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黄金摄入比例是6:4，
而不是完全只吃动物蛋白。植物蛋白里含有的植化素、膳食纤维，都是帮助蛋白质吸收的关键物质。只吃肉不吃豆类和蔬菜，再怎么补充都是白忙活。第二个错误，一次性吃大量蛋白质，而不是少量多次补充。有些长辈为了省事，早上一口气吃3个鸡蛋，喝1大杯牛奶，觉得一次把蛋白质补够就可以了。可专业研究明确显示，75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每一顿饭最多只能吸收25到30克蛋白质，多余的部分身体无法储存，只能直接排出体外，既浪费营养，又损伤肾脏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把一天需要的蛋白质分到1日3餐，再加上上午和下午2次加餐，每次补充20到25克，少量多次摄入。这就跟给家里的花草浇水是一个道理，不能一次性浇1大桶，否则水分根本吸收不了，还会烂根，分几次慢慢浇才能被根部充分吸收。我有一位姓王的阿姨，以前每天早晚各吃2个鸡蛋，喝1杯牛奶，觉得蛋白质摄入量足够了，可中午和晚上几乎不吃含蛋白质的食物，营养摄入特别不均衡。我让她调整饮食方案，早上吃1个鸡蛋，上午10点喝半杯牛奶，中午吃1小块鱼肉，下午3点吃1把坚果，晚上吃1小块豆腐，同样的蛋白质总量。1个月之后，她的胳膊围度增长了 1.2 厘米，力气也大了很多，效果差距特别明显。第3个错误，花大价钱买进口保健品，却忽视了身边最实用的家常食材。我见过太多长辈舍得花几千块钱买蛋白粉、氨基酸胶囊、进口营养液，可这些东西的吸收率还不到 30%， 根本达不到理想效果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提纯的保健品缺少帮助吸收的辅助营养成分，就像有钥匙却没有锁，没办法真正进入细胞发挥作用。天然的家常食材完全不同，它们自带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植化素，这些都是打开营养吸收通道的密码，吸收率能达到 85% 以上。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，10块钱的家常食材能吸收 80% 的营养，100块钱的进口保健品只能吸收 30%， 到底哪个更划算、更实用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贵的东西不一定适合自己，适合自己，真正管用的才是最好的。讲完这3个致命错误，接下来就是今天最核心的内容，5样天然护肌食材，从第5名开始，一个个给大家揭晓，每一样都会让大家觉得特别惊喜。排在第5名的食材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厨房都有，超市菜市场随便就能买到，1斤价格不到10块钱。可 99% 的人只知道它能补血，却不知道它还是天然的植物蛋白仓库。它就是红枣，100克干红枣里面含有32克优质植物蛋白。更重要的是，红枣的铁含量是鸡蛋的5倍。肌肉想要生长，离不开充足的氧气，氧气需要靠血液运输，而铁是造血的核心原料。75岁以后，很多长辈都有轻度贫血的问题，就算吃再多蛋白质，肌肉也得不到足够的氧气，根本没法生长。红枣就像一辆专业的运输车，能把氧气源源不断地送到肌肉细胞深处，让吃进去的蛋白质真正发挥作用。红枣里面还有一种物质叫环磷酸腺苷，咱们不用记这个复杂的名字，把它叫做肌肉信使就可以。它能跑到肌肉细胞表面，激活细胞接受营养，让蛋白质顺利进入细胞被利用。这就好比家里的门铃坏了，快递员按再多遍门也没人应，东西送不进去。红枣就是来修好门铃，让营养快递顺利送达的。去年春节前，我接诊了一位68岁的赵阿姨，她家住天津和平区，退休前是纺织厂的工人，来的时候是女儿搀扶着进来的。我一眼看过去，她的头发干枯没有光泽，
黑眼圈特别重，走10分钟路就必须坐下休息，从菜市场买完菜拎回家，手都会不停发抖。晚上腿抽筋特别频繁，一晚上要醒3、4次，睡眠质量特别差。赵阿姨握着我的手难过地说，自己才68岁，怎么就老成这样了？年轻的时候一个人能扛50斤面粉上4楼，现在连孙子都不敢抱，生怕没力气把孩子摔了。我给他做了血液检查，发现他的血红蛋白只有93，正常数值要在120以上，属于明显的贫血，肌肉严重缺氧，所以才会浑身没力气。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5颗红枣，具体方法是前一天晚上把5颗红枣放在碗里，用温水泡好，第二天早上连枣带汤一起吃掉，再搭配一个水煮蛋，双管齐下。赵阿姨特别听话，严格按照这个方法坚持，第1周就打电话告诉我，晚上腿再也不抽筋了，睡得特别安稳。第2周她能一口气走到小区的公园，不用中途休息。第4周复查，血红蛋白升到了108，贫血状况明显改善。3个月后再见到赵阿姨，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模样，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。菜市场来回1公里的路，走起来轻轻松松，还能稳稳抱起8岁的孙子。赵阿姨笑着跟我说，这5颗红枣比她以前花大价钱买的各种保健品都管用，现在逢人就分享这个简单的方法。2022年，中国营养学会做了一项专业研究，追踪了240位65到80岁的老年人，时长长达6个月。结果显示，每天吃5到8颗红枣的人群和不吃红枣的人群相比，血红蛋白平均提升 12%， 肌肉力量改善 18%， 走路速度加快 15%。 研究负责人明确表示，红枣是被大众严重低估的肌肉养护食材。红枣的食用方法很简单，每天吃5到8颗干红枣就可以。干枣的营养更浓缩，补铁效果比鲜枣更好。最好在早上搭配早餐吃，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新疆若羌、灰枣，品质最优。具体操作就是前一晚用温水泡好，第2天连枣带水一起吃，再搭配水煮蛋、蛋白质加铁的组合，效果翻倍。每天5到8颗足够，不要超过10克。糖尿病的长辈控制在3到5颗，大便干燥的长辈减到3颗吃。泡过的红枣更好消化，特别适合老年人。红枣只是基础调理的开胃菜，接下来第4名的食材才是真正的硬货。说到第4名，我想起3年前去宁夏出差的经历，当地卫生局带我拜访了一位82岁的老中医。我到他家的时候，亲眼看到老人单手提起10公斤重的药罐子，稳稳地放在桌子上，力气特别大。要知道，很多70岁的老人连5公斤的东西都提不动。我赶紧请教老人长寿有力的秘诀，老人笑着说，没有什么特殊方法，就是每天吃1把枸杞，坚持了50年。那一刻，我才深刻意识到，枸杞这种常见食材被太多人低估了。枸杞是宁夏5宝之首，50克干枸杞里面含有7克蛋白质，含量比同等重量的鸡蛋还要高。更厉害的是，枸杞里面含有珍贵的枸杞多糖，它有一个神奇的作用，就是清理肌肉细胞里的垃圾和自由基。75岁以后，肌肉细胞就像一间堆满垃圾的房间，蛋白质就算吃进去也没有空间停留。枸杞多糖就像专业的清洁工，把细胞里的垃圾清理干净，蛋白质才能顺利进入细胞，转化成肌肉。2021年，《柳叶刀》杂志发布的研究显示，枸杞多糖能激活 SIRT1 长寿基因。这个基因一旦被激活，肌肉细胞的修复速度能提升3倍，让70岁的细胞恢复到50岁的活力状态。就像手机用久了变卡，不是手机坏了，而是内存满了。枸杞多糖就是清理大师，清理完内存，手机立刻变得流畅，
我有一位75岁的李大爷，家住上海浦东，是退休的公交司机。来找我的时候，右手握方向盘时间长了就会发麻，下车后腿软的必须扶着车门才能站稳，晚上睡觉翻身都特别费力。李大爷无奈地说，自己开了30年公交车，身体一直很好，现在老了连车都不敢开了。我建议他每天下午3点吃20克干枸杞，用保温杯泡水，连枸杞带水一起吃掉。坚持1周后，李大爷手麻的次数减少了一半。3周后，下车不用扶车门，自己能稳稳站立。2个月后，能骑着自行车去公园遛弯。半年后，李大爷专门骑着自行车来复诊，笑着说自己每天骑车去菜市场买菜，街坊邻居都问他吃了什么好东西。他说就是每天1把枸杞，坚持下来就有效果。之前提到的赵阿姨，第2周加上枸杞之后，也感觉身体变轻了，早上起来的沉重感完全消失，效果一点点叠加，身体状态越来越好。中国中医科学院2023年的研究证实，连续吃枸杞12周的老年人，肌肉里的线粒体功能提升 19%。 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，越活跃，肌肉就越有力量。世界卫生组织也把枸杞列入21世纪最佳保健食品名单。枸杞每天吃20到30克干品就可以。干枸杞的多糖含量更高，下午3到4点吃，吸收率最好，选购优先选宁夏中宁枸杞，品质最好。吃法有3种，用保温杯泡水，连枸杞一起吃，直接干嚼慢慢咽，煮粥的时候放一小把吃，都很方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感冒发烧拉肚子的时候要暂停食用。泡过的枸杞一定要吃掉，所有营养都在果肉里。在介绍第3名食材之前，我必须给大家提一个重要提醒，就算每天坚持吃红枣和枸杞，如果还吃2种食物，调理效果会直接降低 60% 以上。第一种是加工肉类，腊肉、香肠、火腿肠、午餐肉这些，里面含有大量亚硝酸盐，会引发身体慢性炎症，直接破坏肌肉细胞。2023年中国营养学报的研究显示，每周吃3次以上加工肉的老年人，肌肉流失速度比不吃的人快 37%。 第二种是精制糖，糖果、甜饮料、蛋糕、点心这些。很多长辈觉得吃甜的能补充能量，其实大错特错。精制糖会让血糖剧烈波动，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，进而促使身体分泌皮质醇。皮质醇是专门分解肌肉的物质，好不容易补充的蛋白质会被它快速消耗掉。我不是让大家完全不吃，而是要严格控制。加工肉每周最多吃1次，精制糖能不吃就不吃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再好的调理食材也抵不过坏习惯的持续破坏。第3名食材是专门消灭慢性炎症的高手，它就是山楂，也叫红果、山里红。大家知道吗？人过75岁，肌肉流失的最大原因，不是蛋白质吃不够，而是慢性低度炎症。这种炎症不像感冒发烧那样有明显症状，却像一团小火苗，每天在肌肉里慢慢燃烧。吃进去的蛋白质还没来得及转化成肌肉，就被炎症消耗掉了。山楂里面的黄酮类化合物是抗炎效果非常好的成分，就像抗炎界的特种兵，是能快速扑灭肌肉里的炎症火苗。2021年营养学期刊的研究显示，连续吃山楂8周的老年人，体内炎症因子 C 反应蛋白下降 27%， 炎症降低后肌肉蛋白合成速度立刻提升 22%。 咱们可以把肌肉生长想象成盖房子，蛋白质是建筑材料，慢性炎症是工地里的火苗，山楂就是消防队，只有把火彻底灭掉，房子才能顺利盖起来。我有一位70岁的王阿姨，家住广州天河，是退休会计。她的问题很特殊，膝盖一到阴天就肿痛，手指关节粗大变形，握笔都特别费力，浑身总是不舒服，做什么都没精神。
检查后发现，他的 C 反应蛋白炎症指标高达15，正常数值要小于3，属于明显的慢性炎症。王阿姨摘下眼睛，揉着僵硬的手指，难过地说：“自己写了一辈子字，当了一辈子会计，现在连孙女的作业都没法辅导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我建议她每天吃6到8颗山楂干，或者3到4个鲜山楂，坚持1周后，王阿姨的膝盖肿痛明显减轻，3周后手指能正常握笔写字，还开心地给我发了她辅导孙女作业的照片。2个月后复查，炎症指标降到5，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。4个月后，王阿姨告诉我，她每天早上都去公园打太极，1套24式打下来，不喘不累，状态特别好。街坊邻居都问她吃了什么药，她笑着说就是每天吃几颗山楂。王阿姨的女儿也专门给我发信息，说妈妈现在能轻松抱孙女，半年前连碗都端不稳，现在变化太大了，特别感谢我。开头提到的82岁陈奶奶，第3周加上山楂之后，也说膝盖不僵硬了，早上起来能轻松弯腿，身体状态一点点变好。北京协和医院2022年做了一项临床试验，选取120位70到85岁的慢性炎症老年人，每天吃山楂制品连续12周，结果显示炎症因子平均下降 23%， 肌肉力量提升 17%， 关节灵活度改善 31%。 参与试验的主任医生表示，山楂是被大众严重低估的抗炎食材，特别适合老年人日常调理。山楂每天吃6到8颗干品，或者3到4个鲜品就可以。干山楂的黄酮含量更浓缩，效果更好。饭后1小时吃，既能助消化，又能抗炎。选购优先选山东、河北产的大山楂。吃法有3种：直接吃山楂干，酸甜开胃；山楂煮水10克山楂加3片姜，煮10分钟即可。山楂搭配红枣、枸杞一起泡茶，口感和效果都更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胃酸多的长辈要少吃，空腹不要吃，容易伤胃。搭配红枣一起吃，能中和酸性，更温和。讲到这里，各位长辈可以深吸一口气，放松一下。接下来的第2名和第1名才是真正的王炸组合。前面3种食材都是辅助调理，后2种才是激活肌肉、留住肌肉的核心。第2名，食材藏着老年人补充蛋白质的关键秘密。我跟大家说实话，75岁以后光吃蛋白质没用，就像往锁着的保险柜里放钱，没有密码，永远存不进去。而第2名食材，就是打开肌肉吸收保险柜的密码，它就是核桃，也被大家叫做长寿果。4个核桃仁大约30克，里面含有 4.5 克蛋白质，更关键的是含有15克优质的 Omega-3 脂肪酸。咱们的肌肉细胞外面包裹着一层细胞膜，就像房子的墙壁，75岁以后这层墙壁会变硬变脆，蛋白质想进入细胞，通道太小，根本挤不进去。核桃里的 Omega-3 脂肪酸能软化细胞膜，增加细胞膜的弹性和通透性，让蛋白质顺利进入细胞，被充分吸收利用。2022年，美国老年医学会杂志做了一项大型研究，追踪2800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时长3年。结果显示，每周吃3次以上核桃的人，就算蛋白质摄入量和其他人一样，肌肉保留率也高出 34%。核心原因就是细胞膜的吸收能力更好，蛋白质利用率更高。咱们可以把肌肉细胞想象成保险柜，蛋白质是钞票，核桃里的 Omega-3 就是打开保险柜的密码。没有密码，钞票再多也存不进去。我有一位77岁的刘老师，家住南京，是退休数学老师。他的困扰特别典型，每天吃2个鸡蛋，1块瘦肉，蛋白质摄入量明明足够，可体重却半年下降4公斤，胳膊明显变瘦，穿衣服空荡荡的。
走路也不稳，总是晃悠悠的。刘老师焦虑地说，自己吃够了蛋白质却越来越瘦，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？我给他做了全面检查，排除了癌症、糖尿病等重疾，问题就出在蛋白质吸收障碍上。我跟刘老师详细解释了细胞膜通透性的原理，建议他每天吃4个核桃仁，上午2个，下午2个，搭配鸡蛋一起吃，坚持2周后，刘老师的体重不再下降，1个月后，胳膊维度增长 0.8 厘米，自己能明显感觉到力气变大。3个月后，体重回升2公斤，增长的全是肌肉。半年后复诊，刘老师精神抖擞，还在诊室里给我演示，能在小区健身器材上做引体向上，状态特别好。开头的陈奶奶，第4到5周加上核桃之后，也明显感觉力气回来了，能自己拎5斤大米上楼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身体一点点变得强壮有力。中国疾控中心2023年的研究显示，老年人每天摄入25到30克核桃，连续16周，肌肉细胞膜流动性提升 28%， 蛋白质利用率提升 19%， 肌肉量平均增长 1.2 公斤。研究人员表示，核桃本身不是高蛋白食物，却能让蛋白质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，是真正的护肌好食材。核桃每天吃4到6个核桃仁，大约30克就可以。优先选生核桃，生核桃的 Omega-3 含量最高，高温烘烤会破坏营养。上午下午分2次吃，吸收效果更好。选购优先选新疆薄皮核桃或云南样核桃，品质好，口感佳。吃法有3种，直接吃生核桃仁，核桃搭配红枣、豆浆打成核桃露，核桃碎放进燕麦粥里，营养又美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体重偏重的长辈控制在4个。核桃热量较高，不要烤着吃，搭配蛋白质食物一起吃，效果翻倍。前面4种食材都是配角，最后压轴的第1名是我从业32年临床经验里见过效果最强的肌肉激活食材，它能做其他4种食材都做不到的事，唤醒肌肉里沉睡的卫星细胞。各位长辈深吸一口气，喝口水。我现在正式揭晓第1名，它就是桂圆干，南方地区也叫龙眼肉。2023年哈佛医学院细胞代谢杂志专门把桂圆干称为肌肉干细胞激活剂，这是我见过对单一天然食材最高的学术评价。桂圆干能排在第1名，核心原因是它能唤醒肌肉里沉睡的卫星细胞，这是其他食材都不具备的作用。咱们的肌肉里有一群特殊的细胞，医学上叫卫星细胞。年轻的时候，这些细胞特别活跃，肌肉一旦受损，它们会立刻醒来，快速修复破损的肌肉。可75岁以后，大部分卫星细胞都进入休眠状态，肌肉受损后修复速度极慢，时间久了，肌肉就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弱。50克桂圆干里含有5克蛋白质，更珍贵的是，里面含有的腺苷和桂圆多糖组合，就像一个强力闹钟，能把沉睡的卫星细胞全部叫醒，重新激活肌肉修复能力。2023年，哈佛医学院做了一项专业研究，选取120位72到89岁的老年人，每天吃桂圆干，连续16周吃，结果震惊了整个医学界。卫星细胞激活率提升 31%， 腿部力量提升 23%， 走路速度加快 19%， 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间缩短 28%。 主导研究的教授表示，从未见过单一天然食材能对老年人的肌肉细胞产生如此显著、积极的影响。咱们可以把肌肉想象成一支军队，卫星细胞就是预备役士兵。平时一直在沉睡，桂圆干就是紧急集合号，号声一吹，所有士兵立刻苏醒，快速投入战斗，肌肉的力量和修复能力瞬间拉满。还记得开头我提到的82岁陈奶奶吗？现在我把她的完整故事讲给大家听。
去年9月，福州刚入秋，陈奶奶的女儿推着轮椅，把她送进我的诊室。轮椅上的陈奶奶头发凌乱干枯，面色灰白，没有血色，眼神空洞无神，整个人看起来特别虚弱。她的女儿哭着跟我说，主治医生诊断陈奶奶是肌少症晚期，让家人准备轮椅，做好长期护理的准备，说老人以后可能都没法站立行走了。可仅仅3个月后，陈奶奶就能自己走进诊室，面色红润，步伐稳健，力气十足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而这一切的改变，核心就是坚持吃这5样家常食材，尤其是作为压轴的桂圆干，彻底唤醒了他沉睡的肌肉细胞，让他重新找回了健康、自理能力和生活的底气。我们下期再见。